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来到研校的 AI 画室。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建筑设计的全套工作流程。那么首先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呢，要说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建微信的这个群，所以不知道超过200人以后呢，需要单独的邀请。如果有想进微信群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扫左侧的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然后呢，我会在晚上统一时间拉大家入群。然后右侧呢是咱们新建的 QQ 交流群，然后这个的话是没有一个上限的，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OK，那么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相信很多已经开始上手玩 Stable Diffusion 的小伙伴们呢，已经尝试过将自己的设计作品导入到 Stable Diffusion，然后并且进行一个这个渲染和跑图。但是大家会发现自己跑出来的作品呢，可能没有那么可控，然后在很多地方呢也感觉并没有达到自己一个想要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2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手绘线稿的一个全流程；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从 SketchUp 里面导出来的这么一个线稿的一个全流程案例。那么整体的一个流程的梳理呢，我现在放在屏幕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导出了这个手绘的一个线稿，或者说处理好的这个手绘线稿，然后我们输入到对应的一个描述词。第三步比较重要的是手绘的线稿和这个模型的线稿需要选择正确的这个 ControlNet 的一个模型。然后呢，关于底模的选用，因为很多小伙伴跟我讲说，需要想找我去给他们去分享我每次课程使用的这么一个大底模，因为我找了很多建筑类的嘛。然后咱们今天的案例就全部都使用 Realistic，就是这个直接从 C 站下载下来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底模。然后呢，在跑完图之后，我们找到自己合适的图片之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修改，这是我们经常在实际的那个项目案例里面会碰到的。我们怎样去进行一个局部的重绘？最后一步呢，就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放大出图。好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全流程的讲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手绘线稿的一个处理。对于手绘线稿的准备，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是所有的线稿都能够放到 Stable Diffusion，并且被它所识别，然后生成一个比较好的图片的。像我目前展示的这几张图片，其实它就是不太适合放到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去跑图的，因为它首先第一非常的概念，然后线条比较的杂乱，它更多的是反映了一个设计师在创作时的这么一个灵感。那么往往咱们的这个领导或者甲方很有可能就是给咱们最后画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粗糙的这么一个线稿，所以需要大家去将这个线稿进行一个2次的一个整理，去将它的结构、外轮廓线去梳理出来，而不是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手稿放到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去。那么这一步呢，大家可以在 PS 里面去做，将它简单的这个重绘一下，把结构线和这个外轮廓线描出来。那么今天为大家准备这张案例呢，可以看到就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轮廓线是已经有了，它是一个高层的办公，然后首层是一个底商，我会放了一些这个人物的和包括一些树呀和一些车辆的这些小的这些线稿图上面也都有。那么我们处理完这张线稿完成之后呢，这样的一张图片是更适合去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去跑图的。那么这就是需要做的第一步。好，我们做完这第一步之后呢，第二步需要是干嘛？需要去选关键词。那么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已经向大家展示过，就是使用一个 ChatGPT 的一个插件去帮助我们生成所对应的这个关键词。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已经生成好的。首先我写了一下是移动现代高层办公，底部是商业，阳光明媚，真实渲染照片。我给了这几个关键词之后呢，这个 ChatGPT 帮我打好了这么一串tag 和这个 prompt，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里面来。在复制之前，可以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翻译，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然语言的一个描述。好的，我们现在把它粘过来，然后呢，在底模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我选的就是这个 Realistic， 然后给一个基础起手式。然后剩下这些我们把步数改为30。好，到了 ControlNet 这个位置，我们上传我们今天这个准备好这个手绘图，选择启用，完美像素，允许预览。在预处理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选择 Invert，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白色背景的这个线稿图。那么在模型这个位置呢，大家首先可以选择什么呢？选择 Line Art， 我们来预览一下，显示的比较不错。好，这个地方下面我们选择的这个是均衡模式。其他的所有的我们这些都暂时保持不动，我们来看一下它能生成对应的图片。这个地方还需要把分辨率改一下，大家点一下这个位置，我们把分辨率上传上去。好，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跑这个图会出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线稿去处理，我们这边明明是没有建筑，但它跑出来了建筑。这个地方我们干嘛呢？我们这个时候把它选择让 ControlNet 自由发挥。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选择完让 ControlNet 自由发挥之后，我们这个形体的控制是不是一下就控制好了？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发现上传的这个线稿图和我这个原始的就生成的这个图片和我的这个线稿图差距特别大，特别的远。好，我们这样子一次来跑4张图，我们看一看。好的，依然大家会发现啊，尽管我们有2张控制的比较不错，还是会有2张出错了。
我们这样子，我们给大家把这3个地方都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均衡模式，我们来跑4张图片，能明显看到啊，均衡模式是完全控制不住这个形体的。我们现在的 ControlNet 模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控制权重，我们现在是1，是基本上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拉1拉满了。引导步数和终止步数是从头到尾我们去控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都可以发现控制不住。好，我们现在选择更注重提示词，来看它是否能够控制我们的形体。同样的啊，4个形体全部跑偏。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更倾向于让 ControlNet 自由发挥。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上传这种手绘的线稿的时候呀，我们使用 Line Art 之后，一定要记得更倾向于让 ControlNet 自由发挥，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控制这个形体。我们再点一下生成，大家发现没有？尽管它还是会有跑偏的，但是它出现正确概率的这个图片的几率是大大的提升了。这样其实上就是对一个 ControlNet 的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加入一个 LoRa。这个 LoRa 呢，也是大家能够在 CDR 上面去找到的，就是这个了看的这么一个 LoRa。我们来把它添加上去，然后保持这个 0.8 就行。好的，大家能看到，我们当添加完 LoRa 的这样的一个之后，生出来的图片的质量一下子就气氛和氛围完全不同了。我们来单张的挨个给大家过一眼。是不是很明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线稿使用图片时抽卡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式和正确选项。然后局部重绘的话，一会儿合着和那个模型的这个局部重绘，我就跟大家一块儿去讲，因为他们在局部重绘以及放大算法上面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我们在抽中好的这个卡片之后，或者说我们抽中好的图之后进行了一个局部重绘。在使用线稿图的这个 ControlNet 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大家千万要注意，因为好多人喜欢叠加这个不同的 ControlNet 去使用。那么有一些人会在这个 ControlNet 的叠加里面去使用这个深度图 Depth， 不要去使用深度图 Depth。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线稿是不要用 Depth， 因为有 Depth 之后呢，它实际上识别的是非常差的，最后生出来的图片质量，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右边这个图片是非常差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注意，线稿图里面是不用使用 Depth 的这个使用的这个 ControlNet 是在这个模型图里面，一会儿会给大家去演示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这个 Depth。好的，那么讲完上面的这些内容之后呢，有一个地方开始需要给大家植入一个概念，就是在引导介入步数和这个引导终止步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我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引导的介入和终止呢，它指的是这个线稿图对于整片就是这个画面的生成当中它是控制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希望这张图片在什么时候介入，什么时候停止。0到1可以理解为从0%到100%，1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从0到1嘛。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画面就是产生更多的一个变化性的话，我们是可以将终止步数往后拉，但是起止步数不要变，就是从0开始，它这个图片就开始控制。但是比如说我们让它只控制到50%，0.5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停止。我们先给大家抽一张，能够看一下，就是这张图片的影响结果呢，会在这个图片的这个30步，它到15步之后会停止，然后剩下的15步是交由 Stable Diffusion 去自由发挥的。我们比如说再抽4张卡。好，大家会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或者说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们先看右侧这栋楼的这个图片，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变化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从头到尾去用 ControlNet 的这个线稿去控制它的话，它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就会比较差，整体的这个空间和氛围就会有些就是比较死板。但如果我们想让它增加更多的一个多样性的话，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降低这个引导的一个终止步数。但是这一招呢，就是在线稿的生成里面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一会儿在模型里面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它的控制力到底有多强。我们还是0.5吧，我们再来抽4张卡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能看到这个高层这个建筑的它的一个多样性，包括这个底层的一个底商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参数可以去调整呢？就是它控制的一个权重，这个控制的一个权重可以和这个 Nora 的控制的权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希望它这个图片有多强的去控制我们最终的这个图片的一个生成。首先这个是它的一个起止和终止的一个引导步数，如果我们再从0到1让它全程去控制，但是我们稍微给弱一点，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在画面上面它依然会从头到尾的去控制这样的一个形体和一个状态，但是在局部的细节会有稍微的一些修改。我们把它降到0.5，给大家跑4张图看一下。好，大家依然能看到啊，就是左侧建筑的这个体量的一个变化性。尽管我们这4张卡都没有抽对啊，原因是啥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降低了 ControlNet 的一个权重，它把这个位置根据 Stable Diffusion 它自己去想象的，觉得这个地方也生成了一栋楼。那么这个呢，会在后面的这个模型的控制里面会更加有用。这个地方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并且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后面我们会再次讲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使用的时候呢，线稿尽量要清晰一点，然后带有一些结构线啊，不要是太概念或者说太意象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啊。第二个呢，就是去理解 ControlNet 的一个权重，它代表的是线稿对最终图片的一个影响，而起始和终止步数呢，代表它影响的一个阶段，根据需要可以去自行的一个调整。那么以上就是咱们这个线稿图的一个使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模型的线稿，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用的更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有了一个 SEG 的这样的一个语义分割，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去做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参考我第1季的相关的一个课程内容。最后呢，我放了一张这种普通的图片，就上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颜色体块，但是背景大家注意啊，就背景和地面我并没有去使用这个 SEG 的语义分割。这张图是干什么用的呢？第3张图片就是用来去出我们的深度图。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这3张图应该怎样在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去使用。首先回到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的 Web 页面，我们上传这张图片，然后点击一下刷新。然后选择将它的尺寸还原到我们这个导出的一个尺寸。好，其他的参数我们都保持默认不变。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给到1，其他都不变。我们先抽4张卡吧。好的，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等待呢，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呢？就是 ControlNet 我们在使用 Line Art 之后呀，他们对我们的这个画面的控制啊太强了，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这些建筑甚至没有一丝一丝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采取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去把这个终止的这个引导步数，我们把它去降低，给 ControlNet 更多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我们来试一下。好，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当我降低了这个控制的这个终止引导步数之后呢，我们的建筑的形体呢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什么呢？尝试一下这个均衡模式。均衡模式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让它去考虑到我们的这个ControlNet 这样的一个影响值呢，同时让它去更注重我们的一个提示词，取决值大概是50%和50%。好，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显示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看到就是什么呢？对它的这些建筑的一个周边的这个体量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尝试去改变。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件什么事儿？接下来我们把它的控制权重降低，我们希望它的变化再大一点。好，我们大家能够发现它的建筑的变化确实变得更大了，但是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建筑已经开始跑偏了，它已经不在我们这个线框的，大家看我这两张图片，它已经不在我们这个线框的一个处理范围之内了，对吧？它已经把它变成了2栋非常直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就开始引入我们今天的第2个概念，就是用 SEG 的语义分割去控制它建筑生成的范围。我告诉它，我的建筑必须要达到我这个拐角的位置，它不是一栋直挺挺竖立的一个建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启用。预处理器选择无，然后模型这个地方我们选择 SEG。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步？这样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限定住它这个建筑的一个生成范围了？它不会在其他地方生成这种奇奇怪怪的建筑，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第一是有一个线稿，第二什么呢？一个建筑的一个生成范围。好，这个我们选择完美像素，允许预览，我们看一眼，生成图片没问题。好，我们这个时候再开始跑图。我们来看这4张图片，有没有发现？尽管就是它可能还是在产生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变化，这张图可能没有抽太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这2张图片，它是不是已经把建筑延伸过来了，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侧面也需要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降低它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控制，就是我们希望它的背景没有那么的空，但是主体的建筑呢又保留，我们给个0.6和0.6，我们来测试一下。好，大家能发现这个图片的质量啊，又开始有一些变化了，但是依然还会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下面这个群房的位置啊，它的变化性还是不够多。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眼，这地方是不是还能再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位置呢改为0.3，我们再降低这个 Line Art 的这个控制的一个能力。好，这4张卡片抽的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反复抽卡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这个抽卡过程，大家就能够发现，我们使用的这个抽卡呢，它是开始定向的去为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抽卡。我们需要它建筑的一个范围是如此，然后包括那个Line Art 控制的这个层数和层高的这个位置，大的这个体量的一个关系控制在这儿了。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叠加我们第3个，因为为什么要需要叠加我们这个 Depth 的一个
原因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的主体啊，它的前后关系啊，更加的去能凸显出来。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就是前后关系已经比较突出了，就是大家可能会偶尔会抽出来卡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平，就是在两个界面交缝的那个交界的一个位置呢，它可能会比较的一个平整。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叠加我们的第三个 line 那个 ControlNet，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图片导出来之后呢，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先测试一下，因为确实有时候它这个图片啊，不一定是在使用哪一个 depth 的插件会更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会把所有的这个 depth 插件我都预览一下。那么这张肯定不太好，我们来看第二张，这个也不太行，哎，这个就已经相对而言比较干净了，这两张都可以。好，我们就选择最后一个，然后我们选择 depth， 其他的不变，我们来试试。好的，和刚刚那4张图片不同 ，depth 它也帮我们控制了一个什么？控制了一个我们建筑的一个范围。大家能看到啊，就是它把建筑的范围和控制的就非常的硬朗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它这么的去硬，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调低 depth 的一个权重，以及去降低它的一个起始和终止的这样的一个终止的这个引导的一个步数的一个停止的位置。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对它进行了更多的一层的一个控制？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场景的一个前后关系，以及建筑的两个体量之间的那个最前景的这两个面能够区分得开，很明显的能看到这两个之间拉开了一些层级关系。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把它降低一点，我们把所有的 ControlNet 我们都降低到0.5，我们让 Stable Diffusion 有更好的、更多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我们把这个Line Art 也改为0.5吧，咱们全部改为0.5。好，现在3个 ControlNet 全都是0.5，我们来生成这张图片。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场景或者说建筑这么一个抽卡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去进行一个多次和多批量的一个抽卡，甚至于我们去叠加和替换我们其他风格的一些 LoRa。好的，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抽卡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张我们自己喜欢的一张图片，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后期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修改，比如说就这张图片吧，就是刚刚 UP 主自己稍微抽了抽卡片，然后比如说抽到这张图片，这个空间氛围啊和整体的感觉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呢，我可能现在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局部的一些修改，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首先选择把这张图发送到重绘。好，那么发送到重绘之后呢，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些局部的修改。比如说，我希望它的这个平台这个位置能够多一些树，我们希望是一个屋顶花园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首先就在这地方涂一下，哎，这一溜，然后我们把上面这些提示词呢，我们先关掉，然后我们输入一个 tree。好，然后往下走，我们需要选择原图，然后仅蒙版区域，然后重绘幅度我们拉大一点，拉到0.9啊。然后下面呢，我们什么都不添加 ，OK， 我们直接点击生成。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把这方可以改为浅空间噪声。好，跟大家这个地方稍微说一下，就是浅空间噪声和原图有什么意思，和它们的区别是啥？就是如果你是填原图的话，它是相当于基于原图的这个底下这个像素进行一个2次的一个生成。但是当我们要凭空添加一些我们完全不存在，就比如说我们原图这个背景是这种蓝色和灰色的，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些绿色的这些树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选择浅空间的一个噪声，就它往上面直接去打那种噪声的那些点，这样子的话呢，就能生成跟我们之前的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尤其是在添加新的东西的时候去选择浅空间噪声是更好的。好，我们点击生成完之后呢，我们再来修改一下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希望在这个旁边再加一点这种行道树，我们再次点击发送到重绘，就把这张图片再发过来，然后这边我们再点几棵树，好，大概就这样4个小点吧，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生成，因为还是 tree。好，这地方可能没生出来，但是能看到它往上面得加这几棵树，我们可以再继续。这个过程是可以反复的去持续的，我们去往里面增加一些这个我们想要它去添加的一些元素。好，大家能看到这个树是已经添加完成了，这个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局部的一些2次的修改。那么其实最后一步呢，和咱们之前的那个室内教程里面的这个 tile 的放大的一个方式呢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我们把这张图片确定好之后呢，放到图生图里面，然后呢在下面这个地方ControlNet 的位置，我们选择我们刚刚放好的这张图片，
选择启用，然后选择 Tile，然后往下拽，这个地方我们回到这个脚本这儿，选择这个放大尺寸，然后同样是选择从图像大小缩放，咱们就缩放3倍吧。咱们的图其实挺大的，这应该尺寸是768乘以1200多，然后往下走，选择4叉的这个 Ultra Sharp， 其他的 OK 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点击生成。好，稍微经过一段时间等待，我们最终得到我们这样的一张效果图。我们把图片另存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样最终的一个出现来的一个成果。也能看到啊，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它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但是这样的一张图片，我认为去和甲方沟通交流，或者说去给领导看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是完全是足够了。包括你看我们后期用图生图的方式增加了一些数目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对于这个模型出来的线稿和语义分析啊，包括这个深度图，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首先，第一，线稿是为了控制形体轮廓的生成。而语义分割呢，是为了控制它生成这个建筑的一个范围，这两者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用 ControlNet 这个 Line Art， 是为了让它去形成它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这个层次的这个每层的这个区分，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群房3层，这是为什么能够控制住，是因为我们使用了 Line Art。那么为什么能够控制住它这个生成的这个建筑的范围，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语义分割，所以它能达到我们之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的这么一个特点。然后深度图呢，这是为了去区分咱们这个建筑的前后的一个体量关系，就是哪个地方在前，哪个地方在后。在今天的这个案例里面，可能展示的不是特别的一个清晰。就是如果大家到时候在跑图或者抽卡的过程当中，发现呢建筑的，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前景的这个面是糊在一片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需要去考虑使用深度图来帮助这个 AI 去理解咱们这个建筑的一个前后关系，然后弄清楚这3者各自所控制的项目呢，以及它这个起始和终止这个步数的一个原理，才能够更好的去生成我们想要的图片。最后的这个局部重绘，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SAM， 就那个 Segment Anything 去帮助我们快速的去选择，也可以像刚刚我给大家演示的那样，去直接在网页上面进行一些涂抹，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进行一个局部的重绘。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抽卡不是盲抽，就是我们去学习这个一些包括这个线稿模型线稿的生成，或者说是这个普通的手绘线稿的生成，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堂课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去抽卡呀，一定要去限定的去抽，就是我们不是说是盲目的去抽卡，然后生成好多跟我们图片压根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图片，而是说我们加入了这些 ControlNet 的控制选项之后，让我们最终生成的图片是符合我们要求的，这样子的话，抽卡的成功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那么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课程的这么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讲解。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对我的课程的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去留言评论，然后也欢迎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和 QQ 群的讨论当中。最后大家别忘了一键3连，谢谢大家，我是严潇，拜拜。